过却居然是个女人啊！苏无忌看着那随风而飘的长发，感觉非常意外。毕竟在这种重型机车的驾驶上，男性是占有先天优势的，尤其是在赛道上，性别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。不过苏无忌不禁想到，这个东方叶妹也能做出几个反常规的极限超车动作，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她也是有着自己的一套力量运转体系，能够实现人车合一？他小心地把破碎的头盔取下来，露出了一张陌生的脸。就是长得不咋地。苏无忌评价了一句。此刻光线很暗，全靠透过枝桠的斑驳月光照亮，难以看清楚东方叶妹的五官。最关键的是，苏无忌并没发现对方的脸上还带着一层薄薄的龟皮面具。试了试，脉搏还算正常。苏无忌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来，朝着山下走去。而这个时候，赏金猎人莫雷蒂也拖着一条骨折的腿，艰难地走到了公路旁边。他已经完全撑不住了，想要拦一辆参赛摩托车，拖着自己去医院。到现在，莫雷蒂都想不明白，自己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场地下赛事竟然会出现狙击枪。果然华夏号称雇佣兵的禁地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他在心中说道。这时候，一台越野车驶了过来。救我！救我！莫雷蒂挥手拦车。车门打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。我受伤了，请送我去医院。莫雷蒂喊道。我可以给你很多钱。喊着喊着，他吐了一口血。之前的摔车撞击让这位实力不错的赏金猎人受了不轻的内伤，甚至可能出现了危险的内出血。然而那个高大的身影半蹲下来，打量了莫雷蒂一眼，却直接开口。莫雷蒂。这一刻，莫雷蒂大惊，无比浓郁的危险感觉涌上心头。他想要转身就跑，可是身上那些断了的骨头却让他的行动大大受限。砰！小庞一拳头轰下来，重重砸在了莫雷蒂的后心。后者毫无半点防御可言，此刻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直接被砸飞出去10几米，滚落在山坡下。小庞看了看自己的拳头，闷声木气地说了一句：劲使大了，这么不禁打。随后他翻下公路去，把这位大名鼎鼎的赏金猎人捡了回来，用扎带捆住手脚，随手丢进了后备箱。1个小时之后，小庞开着车，带着苏无忌和东方叶妹抵达了自兴县人民医院急诊室。一看到有车祸病人被送进来，护士立刻推来了担架床。苏无忌将怀里的女人小心地放在上面，动作很轻柔，以免加重对方的伤势。在医院的灯光下，他终于发现这女人的面部肌肤状态有点不太对劲，不太自然。但他并没有往龟皮面具的方向联想，还以为是卡粉了。谁是伤者家属？护士问道。我是吧。苏无忌有点不太肯定地说道。填一下伤者姓名。护士拿着表格问道。他叫什么？他叫东方叶妹。苏无忌说道，拿过笔开始往表格上写。护士。什么？苏无忌。他父姓东方，名叫叶妹。护士凑近看了看说道，还真有姓东方的，今天长见识了，这名字起的也挺好听的。苏无忌吐槽，就是听起来有点像假名。护士随后说道，看起来伤得不轻，要做个全面的检查，家属过来一下，帮他脱衣服。
苏无忌一扬眉毛，哦，好的。他连忙跟着进了检查室。东方叶妹躺在床上，身上的特制摩托车服破碎多处，在护士的帮忙下，苏无忌好不容易才把这衣服脱下来，露出了里面的黑色紧身运动装。是个富姐，他心中说道。光是这特制的充气外衣，怕是没有个几十万都买不下来。东方叶妹虽然经常参加赛车，但明显很惜命。要是寻常的车祸，在这气囊外衣的保护下，基本都不会受什么伤。这时候，一个手机从黑色运动服的口袋里掉了出来。苏无忌一看，跟自己的手机还是个遥遥领先品牌的同款，他于是顺手揣进了裤兜里。里面的也要脱掉。护士正小心地拖着东方叶妹的后背，说道：大老爷们磨磨蹭蹭的，快点帮忙呀！后背。苏无忌只能拉开了对方的运动服外套拉链，把衣服袖子轻轻扯了下来。那高束内衣几乎束缚不住的饱与满，便充斥了苏无忌的眼睛，白光满室。这身材真漂亮。护士忍不住地感叹了一句。他平时对于不穿衣服的男男女女见得多了，此刻却也难掩惊艳的心情。还有裤子。护士说着，帮忙托起了东方叶妹的后腰。于是苏无忌双手捏住腰间松紧带，拽掉了那被某些位置绷得紧紧的运动长裤。在这个过程里，苏无忌的手不经意从那两条腿上擦碰而过，触感温润之极，细腻的程度就像是传说中的霍氏璧。而那纯白的布料，在这检查室的灯光映照下，隐约可见些许稀疏的前影。你女朋友的身材可真好，小护士忍不住地感慨道。以后可别玩赛车了，我关注的好几个机车博主现在都出事停更了。好，谢谢。他以后再敢骑车，我就跟他分手。苏无忌又看了一眼，说道：身材再好也不能要。小护士说道：有这决心就行，走吧，推进去检查。于是苏无忌便和小护士一起把东方叶妹推进 CT 室了。光是一系列的检查忙下来，就忙活了2个多小时。软组织挫伤多处，肋骨裂了5根，锁骨出现轻微骨裂，还出现了气胸，必须静养。还好四肢的骨头没有出现问题，不需要做手术或是打石膏，只要清醒过来，行走都不受限。身体的伤势都不要紧，关键就在于东方叶妹撞到了脑袋。在高速跃出车子的一刹那，她的头盔被钢筋戳了一下，出现了破损。而在翻滚下山的过程中，东方叶妹的头盔又经历了几十次撞击，终于破碎。哪怕这些撞击力没有直接作用在脑袋上，可在里面叮了咣当的碰了半天，必然脑震荡。在这种翻滚之下，颈椎和腰椎没事都已经是万幸了。换做其他人，没有这高科技服装的保护，就算是侥幸保下了一条命，也妥妥的落得个高位截瘫的结局。虽然东方叶妹的脑子里没有血块，但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那真的全靠天意和人品了。这医院里没有单间，苏无忌只能住在外科病房的3人间里，正好靠窗位置还余下一个床位，已经给他插了尿管。你要记得每隔一会儿把尿袋里的尿放出来。小护士说道。苏无忌应了一声，然后转头请了个大姐护工。身材好怎么了？身材好也不能让我端屎端尿的伺候你啊。看着闭着眼睛的东方叶妹，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等你醒了，所有的检查费和误工费都得赔给我，
反正你是富姐，不差这点钱。他想要联系一下这东方叶妹的家人，然而对方的手机需要密码，苏无忌解不开锁，便又把手机塞回了裤兜里。苏无忌把小庞叫过来，让他在旁边守着，随后自己下了楼。此时已经是5点半了，天色微亮，秋日的清晨颇有清冷的感觉。走到车子跟前，苏无忌打开了后备箱，便看到了处于昏迷状态下的莫雷蒂。苏无忌也不管对方断了多少根骨头，直接把这家伙从后备箱里拖了出来，一路拖到了停车场后面的简易拖把池里。他揪着莫雷蒂的头发，拧开了水龙头，凉水哗啦啦地冲下来。2分钟之后，莫雷蒂终于醒了过来，发出了一声痛哼。苏无忌把他翻了个身，让其正面朝上，把水龙头拧到了最大，水柱猛冲莫雷蒂的口鼻。他用脚抵住这货的下巴，后者连头都无法扭动，只能硬着头皮挨冲。凉水从口鼻不断地灌进来，让莫雷蒂无法呼吸，被呛得死去活来。冲了足足5分钟，苏无忌才关上了水龙头。莫雷蒂艰难地趴在拖把池边上，剧烈地咳嗽着，感觉整个肺部都要烧起来了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堂堂的赏金猎人莫雷蒂也就这么点能耐？苏无忌冷笑着说道。缓了好一会儿，莫雷蒂才艰难地开口：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他行事一贯无比谨慎，到现在都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暴露身份。苏无忌淡淡说道：你或许听说过游侠影子。莫雷蒂听了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盯着苏无忌，慢慢地瞪圆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说道：原来传言是真的，游侠的影子天王真的存在。之前看到论坛里数着影子之名的帖子，我还以为是冒充。苏无忌抬脚踩住了莫雷蒂的胸口，后者本来就是胸骨断裂，此刻被这么一踩，肺部剧痛，连喘气都难，满脸皆是痛苦。我和你之间无冤无仇，影子天王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针对我？莫雷蒂真是好不容易说完了这一长句话。你指使人撞飞的那个男生是我的学生，苏无忌说道。他的母亲也被你们绑架了。莫雷蒂瞪圆了眼睛。世界居然这么小，那真的是误会。事实已经形成，用误会来解释也是没用的。苏无忌冷冷说道。现在我开始问你问题，如果你解答不了，我现在就拿走你的性命。第一个问题是谁指使你来华夏的？苏无忌问道。我并不知道最终的答案，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线索告诉你。莫雷蒂说道。在影子天王的面前，我绝对不敢有任何的隐瞒。1个小时后，苏无忌回到了病房，东方叶妹还没醒过来。此刻阳光照在她那张普普通通的脸上，竟也莫名其妙地透出一股难言的秀美。苏无忌忙活了一整夜，此刻有些疲惫，于是便干脆趴在病床边打了个盹。这一觉就睡了1个多小时，直到手机铃声响起，苏无忌被吵醒，迷迷糊糊地掏出来，一看来电是白旭阳，顺手接通。为这一大早的找我什么事？苏无忌说道。我这操劳了一夜，你就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？白旭阳愣了一下。白木哥，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等一下，你是无忌？白旭阳，你是糊涂了？你打我电话找什么白木哥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就这么着急的要把你姐嫁给我？
电话那边，白旭阳也凌乱了。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机，无忌，没错啊，我打的是白木哥的电话，怎么是你接的？苏无忌也看了看正在通话的手机，随后他摸了摸裤子口袋，从里面掏出了另外一个同款。我撤草会码，你等等。苏无忌看了看病床上的女人，又看了看正在通话的手机，凌乱的脑子终于理出了思绪。只是这思绪的结果太特么的让人震惊了。这是你姐的手机？苏无忌问道。废话，你肯定跟他在一起呢，装什么装？白旭阳的心情似乎已经变得极好了，他笑着说道：我本来是想问问我姐今晚有没有空，想要约着你和她出来吃顿饭，没想到你俩都已经发展到了一起起床的程度了。苏无忌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东方叶妹，闷闷地说道：她还没起床。怪不得你接电话的时候说自己操劳了一夜，肯定怪累的。嘿，那你也好好休息，下次见面得喊你姐夫了。白旭阳笑着说完，立刻挂断了电话。姐夫个毛啊！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老子的一世清明，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他坐在原地，还有点没缓过神来。这倒也不怪白旭阳想多了，这事换谁也转不过弯来啊！妈的，折腾来折腾去，这个传奇车手东方叶妹，居然特么的是白家大小姐。你说你好好的当个大家闺秀不好吗？跑来参加地下赛车是图什么的？看着病床上那张微微发黄的脸，不是有很多人都夸她是首都第一大美人儿？怎么，长这么普通的吗？苏无忌知道，白木哥这辈子下面几乎是没穿衣服的。护士已经把所有衣物除去，只是给他披了一件病号服上衣。当时这护士还喊苏小处帮忙穿上衣，后者却尿遁回避了。想着昨天夜里在检查室里看到的惊艳身体，以及纯棉布料在灯光下的淡淡影迹，苏无忌觉得自己的脑子又乱套了。他站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山峦，很想去做个足浴，冷静一下。这时候，哗啦啦的水声引起了苏无忌的注意。他扭头一看，请来的护工大姐正蹲在病床边，给白木哥放尿袋里的清澈液体呢。和所谓的京城第一大美人的相遇场面居然这么尴尬。苏无忌下意识地抽了抽鼻子。这时候，光线穿过未散的晨雾，漫过病房的窗棂，落在白木哥的脸上，忽然让苏无忌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之前还以为这发黄的脸色是身体不健康所导致的，等苏无忌凑近，在白木哥的脸上搓了搓，又捏了捏，这才发现了新大陆。好家伙，这么轻薄这么逼真的龟皮面具，属实是作案老手呢。苏无忌说着，把白木哥的面具给小心地揭了下来。一张苍白却惊艳的容颜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白木哥现在雪白的被褥间，面庞如同羊脂玉一般，五官的线条极美，睫毛垂落的弧度像是被秋霜压弯了的兰草，精致的锁骨凹陷处盛着几缕碎晶似的秋光。这一幅画面着实太美了。苏无忌连续深吸了好几口气，努力消化了这清绝容颜所带来的强烈冲击感，随后发自内心地说道：不愧是京城第一美人儿，绝对能和临江大学的那几任校花一较高下了。为了不让护工大姐回来之后发现病床上换了一个人，苏无忌立刻来到了病房的卫生间门口，现场给他结算了一天工资，让大姐提前走人。只不过接下来照顾白木哥的活儿就得落在苏无忌的身上了。只
只是苏小处觉得，看在白木哥这么好看的份上，自己可以勉为其难地照顾2天。希望白木哥不要不给面子，最好早点醒过来。不过等护士来拔针的时候，看到白木哥的新模样，手上的托盘差点掉了。苏无忌只能说道：刚刚我给他擦了脸，卸了妆。这么见鬼的理由，护士却相信了，感慨道：长成这个样子还化什么妆啊？第一次见到有人化妆把自己往丑了化的。苏无忌又在陪护床上凑合对付了一夜，白木哥仍旧没有醒来的意思，其他的监测数据一切正常。苏无忌还专门就此事咨询了认识的几个医生，他们对此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只能等待。看了看病床上的白木哥，苏无忌自言自语：白木哥啊，我再替你保守1天的秘密，要是明天这时候你还不醒，我就把你的事情告诉你家里人了。只是在睡觉之前，护士又进来了。他交代道：给你女朋友擦洗一下身体，尤其是一些比较隐私的部位，万一因为清洗不及时而出现炎症就不太好了。苏无忌这糙老爷们觉得2、3天不洗倒也没什么问题，顶多闲一点，但嘴上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他出门从别的病房上临时借了个女性护工，付了200块钱，让人家帮忙完成了擦洗。这倒不是苏无忌自己不想动手，主要是怕白木哥醒来之后赖上他了。这一夜苏无忌也没什么睡意，时不时的从陪护床上爬起来，看一看白家大小姐的动静。终于到了第2天早晨7点，苏无忌刚刚陪护床收起来，白旭阳的电话就打来了。苏无忌这次特地看清楚了，打还是白木哥的手机。他直接接通了。你姐还没醒，找她干什么？苏无忌的声音很轻。白旭阳一下子乐了：你们俩还在一起呢，这都折腾2天2夜了啊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我和你姐的事情你少掺和，她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关你屁事。白旭阳笑道：你俩这睡到了一张床上，你都开始替他说话了啊。无忌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还口口声声嫌弃白木哥，现在真香了吧？苏无忌腹诽：我怎么知道香不香？我连咸蛋都没尝过。他还在纠结着要不要把这事儿的真相告诉白旭阳呢。苏无忌说道：你先别废话了，我想静静。白旭阳哈哈大笑：不，你现在不能想静静，你只能想哥哥。什么跟什么啊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着，忽然见到处于昏迷之中的白木哥，忽然微微蹙眉。我不跟你废话了，你姐要醒了。苏无忌说道：你们悠着点啊，出尝禁果，大早晨的不要白日宣。白旭阳的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口，就被苏无忌挂断了电话。此时白木哥的睫毛轻颤，如同清晨将醒的蝶，嘴唇也微微张开，似乎要说些什么。在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分钟之后，白木哥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年轻却有着些许憔悴的脸。苏无忌这2天没洗脸，头发上也是油光光的，再加上没怎么睡觉，确实看起来就像是被榨干了似的。大姐，你终于醒了。苏无忌明显有些激动地喊道。白木哥看到了面前青年眼睛里的如释重负，然而这时候的他并未意识到，这种如释重负其实代表的真实意思是：醒了就好，不用老子再给你倒尿袋了，赔我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。这时候白木哥的眼神还有些迷茫，他看了看洁白的墙壁，嗅着消毒水的味道，
终于忍不住的回想，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有点像是宿醉喝多了一般，很多画面都想不起来了。所有记忆的终止点都落在一个人抱着自己，从山坡上翻滚而下。不过他还能想得起来那千钧一发之际的致命危险，还能想得起来自己的头盔被钢筋戳出了的刺目火花。你是……呵。白木哥看着面前这一张不熟悉却并不算陌生的脸，想了想，问道：你是谁？怎么有点像苏无忌？由于苏无忌救过白旭阳，因此他的照片也数次出现在了白木哥的书桌上。此刻照片忽然变成了真人，而且是满头油光满脸邋遢的男人，也不怪白木哥一下子没能想起来。我就是苏无忌啊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白木哥，你还记得你怎么来到这里的吗？白木哥实在是无法想清楚这其中的因果关系，他轻轻皱眉说道：你怎么在这里？为什么是你？苏无忌：因为老子就是西方白妹。说完之后，连苏无忌自己都忍不住的吐槽，真是好羞耻的自我介绍。白木哥的嘴唇轻轻翕动了几下，眼中波光微微闪动，问道：你怎么会是西方白内？就是我呀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要不是怕东方叶妹被赏金猎人暗算，我特么的至于在这里陪你耽误2-3天吗？白木哥听了闭上了眼睛，十几秒钟之后他才重新睁开，眼神虽然清澈，但是却看不出什么情绪来。你是第一个知道我是东方叶妹的人。苏无忌一提起这事儿就来气。我还忍着没告诉白旭阳呢，我在比赛前就叮嘱过赏金猎人要出手暗算你，你偏偏不听，你这个女人太自负了，落到现在这下场就是活该。所以当时是你从后面救了我。白木哥望着眼前的青年，声音平静地说道。只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，会发现白木哥的眼睛里稍稍有着涟漪的波纹闪过。苏无忌说道：大姐，你真是摔傻了，现在才反应过来。白木哥微微抿了抿嘴：我当时后面又没长眼。苏无忌：不，你长了，只不过有眼无珠罢了。这时候白木哥动了动腿，才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有些异样。他把手伸入被子里摸了2下，摸到了一根从体内延伸出来的管子。当白木哥在关键位置没有摸到衣服，却摸到那一根软管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无力。自己的那儿还有那儿，不会都已经被苏无忌看到了吧？然而这时候苏无忌低头看了一眼，连忙说道：哎呀，这一会儿没注意，尿袋都快满了，等一下。说着他便轻车熟路地蹲在床边，拿着一个小盆拔开了尿袋阀，开始放水。听着那哗啦啦声音，白木哥忽然觉得还不如死在东环山上算了。我去刷一下你的尿盆，有什么话等会儿再说。苏无忌说道。白木哥睁眼望着天花板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此刻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情。小姑娘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这个男朋友对你可真是无微不至。旁边一个60来岁的大妈说道。我夜里睡得浅，每天夜里这小伙子每隔10几分钟就得起来看看你，根本就没怎么睡觉。白木哥此刻还有些别扭，反应也有点淡。哦，他挺好的。昨天晚上护士还让他给你擦洗身子。这大妈说道。白木哥一下子紧绷了起来，忍不住地问道：他擦了？他没擦，还专门从外面借了个女护工帮你擦的。
这大妈说道。这小伙子人很好，对你很尊重，说你俩虽然是男女朋友，但还没发生关系，所以不能看你的身子。白木哥松了一口气，但是这话听起来让他更别扭了。谁跟谁是男女朋友？谁要和他发生关系了？这大妈说道。姑娘，大妈是过来人，劝你一句，见到这么好的小伙子，可别拖着，早点嫁了，免得被人抢走了还后悔。白木哥心不在焉地回应道。好，谢谢您，我不会后悔的。等苏无忌端着盆从卫生间出来，白木哥立刻说道。我醒了，可以跟护士说一声，把那个管子拔了。他不是个容易害羞的人，不过此刻虽然没有脸红，但是真的很不自在。苏无忌直接按响了床头铃，说道。护士请来一下39床请了，非要拔尿管。这嗓门还不小。骄傲的白木哥又感觉到了一阵无力。什么叫我非要拔？等护士进来之后，苏无忌便把床与床之间的帘子拉上了，然后自己主动站到了帘子外面。你回避什么的呀？小护士笑道。对自己的女朋友还那么不好意思。这2天来，苏无忌经常往护士站送奶茶，和那几个小护士都混熟了。苏无忌，我还是回避一下吧，其实跟他也没那么熟。护士拍了一下白木哥那如凝脂般的大腿一下，说道。拔腿分开，夹得那么紧，我怎么拔得出来啊？白木哥闭上了眼睛，分开了腿。虽然说医院无性别，但此刻的他还是觉得有些屈辱。一帘之隔，苏无忌已经笑得直哆嗦了。司机，随着那根软管被抽离出去，管子与那什么壁相摩擦，白木哥忍不住地吸了一口凉气，打了个哆嗦，腿都忍不住地软了一下。可惜苏无忌没看到那如羊脂玉一般的大腿轻颤的模样。不过苏小处的思绪却并不在这方面，他听到了白木哥吸冷气的声音，于是说道。我一直觉得这种拔尿管的感觉就像是指甲刮黑板，你觉得像不像？白木哥没说话，他真不知道苏无忌到底是什么脑回路，居然要跟自己探讨这种问题。回想着刚刚管与道之间摩擦所产生的悸动，白木哥忽然觉得这家伙的比喻好像还挺有道理，不能细想，一回想就又要倒吸冷气，冒出鸡皮疙瘩了。我今天能出院了吗？他问道。医生不让，再观察1天，彻底清醒了之后再走。苏无忌说道。我现在就可以走。白木哥说道。和这个男人共处一室，让他伺候自己，白木哥觉得很难受。听医生的。苏无忌倒是很霸道。不然我就把咱俩的事情告诉白旭阳。白木哥不吱声了，扭头看向了窗外。被这种家伙拿捏住了秘密，可真不是什么好事。不过就凭他这2天对着自己的隐私区域比较尊重的份上，应该不会干出什么用秘密相要挟的低劣行为来吧。但日后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好呢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时候白木哥的脑海里已经迅速冒出来好几条应对之策了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他的肚子咕咕叫了几声，这让白大小姐有些难堪。可苏无忌的目光第一时间便落向了他的肚子。饿累星说，他说道。我现在去给你买早餐，2天没怎么吃饭了，今天吃点清淡的，这医院餐厅的小咸菜整得挺好吃的。说完他便拿起饭盒出去了。白木哥看了看他的背影，没说什么，但眼睛深处仍旧存有警惕之意。
隔壁床的大妈却说道：你看，我没说错吧？这小伙子可会照顾人了，给你端屎端尿，一点怨言都没有。端什么？白木哥的表情一下子变了，就像是受了惊。听着这大妈的比喻，他以为自己在过去的2天真的拉床上了，心中有了这个念头，便再也压不下去了。可是白木哥偏偏又没法启齿去向大妈求证，白女神真的要破防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无忌便回来了，他端着清粥小菜，笑眯眯地说道：准备开饭。白木哥心情复杂，很想问问自己有没有在床上，想了想，还是算了，实在是问不出口。苏无忌蹲在床尾，把病床摇了起来，白木哥便从躺姿变成了坐姿，被子也滑下去了。他感觉到有些异样，低头看了一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病号服里面是空荡荡的，毫无束缚。这坐起来之后，那很自然又很挺拔的弧度便呈现在了病号服之上，甚至隔着一层布，还能够看到上面那小小红豆蔻的美好轮廓。苏无忌看了一眼白木哥，发现后者正抬起小臂挡在胸前，遮住了不听话冒头的豆蔻。他于是转过身，把早餐往折叠桌上摆着，说道：我知道你在纠结什么，但说实话，这里是医院，我是救人，根本没往其他方面想，况且我当时也没乱看。白木哥应了一声：哦。但他以为苏无忌说的是拉床上这件事，两人完全说岔了。直棒。苏无忌说道：对了，趁着你吃早餐的功夫，我去酒店给你收拾一下，好歹给你拿2件贴身的衣服回来。哦。白木哥忽然觉得这家伙看似大大咧咧，其实还挺细腻的。他说道：我的房卡在我这。苏无忌掏出一张清风酒店的房卡。这2天你没醒过来，我也没有自作主张去拿东西，总得征求你的同意再说。白木哥在心中说道：你看起来也不像这么有礼貌的人。随后他喝了一口白粥，清香满口，那是一种纯粹又质朴的味道，带有谷物最本真的气息。在以往，白木哥可从来没有觉得白粥竟这么好喝。这股清香悠悠地钻进他的口腔与鼻腔，瞬间驱散了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，唤醒了他沉睡许久的味蕾，让原本有些恹恹的精神也为之一振。随后白木哥吃了口小咸菜，又连续喝了几大口粥，竟是有些食指大动的感觉了。这时候的白木哥丝毫没想到，让苏无忌去给自己收拾贴身衣物，到底有没有不妥。他喝完了粥，居然还觉得有点饿，随后拿起手机，想给苏无忌发个信息。然而这时候白木哥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苏无忌的联系方式，这个家伙上次把他的微信给删了，3人小群也退了。想了想，白木哥给白旭阳打了个电话。白旭阳，把苏无忌联系方式给我。白旭阳笑道：姐，无忌就在你旁边，你还专门找我要号码，你俩这是在玩什么新游戏啊？白木哥说道：他出去了，你快点给我。白旭阳：那你找他干什么的？我饿了，让他给我买早饭。白木哥没好气地说道：你废话怎么这么多？好，买早饭好，嘿嘿嘿。白旭阳开心得不得了。等白旭阳把号码发来，白木哥便给苏无忌打了个电话。听说自兴县是驴肉火烧的发源地，帮我买一个来尝尝，谢谢。
说完了这句话，白木哥自己都有些意外。他以往对食物可并不感冒，美食从来不会引起他太多的兴趣，随随便便吃饱就行。可是今天自己的食欲居然被医院食堂的一碗清粥给勾起来了。等苏无忌回来，带了一大堆的驴火，给病房里的每个人都分了好几个，满屋子都是香气。白木哥一口气吃了2个，觉得身上也有劲儿了，那种病恹恹的虚弱感一扫而空，气色也明显好看了许多，整体气质更为动人。你不吃吗？他问向苏无忌。排队的时候我就吃了俩，现场刚出炉的时候可比现在好吃多了。苏无忌看着身前比朝阳还要耀眼的说道。我听白旭阳说你以往对美食可不感兴趣。白木哥轻轻擦拭了一下柔软嘴唇上的油光。那是以前。苏无忌说道。他还说你是个情感很淡薄的人，身上没什么人情味儿。白木哥忽然对自己的弟弟有点不爽。这确实也是事实，他还说什么了？苏无忌没回答，而是收拾着折叠桌上的饭盒，说道：既然死过一次了，不如下半辈子换一种生活方式，别总是那么傲娇。白木哥从来都不是个轻易听劝的人，这从他在赛车场上拒绝西方白妹的自负表现就能看出来。他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眯了一下那清澈的美眸，反问道：听起来你像是死过一次的人。苏无忌不置可否地笑道：前天晚上可不就差点死了吗？白木哥的眼帘忽然间就垂了下去，想了想，情感淡漠的白女神终于还是说出来那句在他心中盘桓已久的话来：谢谢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在白旭阳被苏无忌救了一命之后，白木哥曾经说过一句让管家白东河极为震惊的话来：大恩似仇。这就不是个情感正常、三观正常的人能说出来的话。要是苏无忌知道白木哥说过这话，肯定得骂这女人不是个东西。别说给他倒尿盆了，不把尿盆扣他脸上都算是好脾气了。太别客气了。苏无忌根本不在意白木哥的所谓补偿，他看似随口问了一句：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那面具还真的挺逼真的，我一开始都没发现国内做不出来这玩意吧。白木哥闻言捕捉到了这句话的潜在信息，并未正面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所以住院之后你并没立刻认出来，东方叶妹就是我。苏无忌说道：对啊，我还以为你那面具是卡粉了，黄不拉几的，不好看，过了一整天才发现脸上不对劲。白木哥问道：不好看你还愿意照顾？你们男人不都是很好色的吗？他当然知道自己戴上面具之后是什么模样。当时在米国定制这张面具的时候，白木哥特地要了个普通之极的长相，以免引起太多人的注意。可在不知道叶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，苏无忌还愿意照顾这个丑女，这就不是见色起意了，更和那些功利性的想法无关。一时间，情感淡漠的白木哥也有了些许复杂的心情。我们男人那是有责任心，和美丑无关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要是一直抱着这种想法，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对象。我不用找对象。白木哥面无表情地说道：你出去一下，我想换衣服。不找对象还让家里人来找我提亲？苏无忌呵呵一笑，转身随手把帘子拉上了。随后他背对着床，站在帘子外面，防止别人走进来窥见春光。白木哥忍着软组织挫伤和肌肉的疼痛，先把2条又白又长的腿从被子里挪出来，穿上了短裤。阳光一照过来，
布料下又隐隐出现了些许稀疏的淡影。随后他脱去了病号服外套，某些位置迎着太阳，似乎自带一层圣光，完全无视了引力。看着这昂首的角度，似乎比白木哥这个人还要骄傲。这时候白木哥忽然想到，自己的行李是被苏无忌从酒店里收拾过的，自己的这些贴身衣物有没有被他偷偷触碰？这种警惕的性格一时半会儿是改不掉的。抗人内心。苏无忌说道。好了，去。帘子被拉开，苏无忌看到穿着条纹病号服的白木哥站在窗边，虽然仍旧显得有些许的憔悴，可是这素面朝天的惊艳脸庞却让他身后的阳光都有些黯然失色。你长这模样，平时还是戴上面具比较合适，不然走到哪里不都得引起围观吗？苏无忌说道。我想下楼走走。白木哥说道。不过刚刚迈了一步，他就打消了这个主意。软组织多处挫伤，肋骨裂开了好几根，刚刚躺在床上还不觉得有什么，此时一走路，疼痛便立刻袭来。苏无忌说道。不用担心，肋骨是最容易恢复的地方，1星期之后就没什么感觉了，要不你多住上几天。明天就出院，你送我回首都。白木哥说道。苏无忌斜眼看了看他，这路上得颠簸10来个小时，你的身体受得了？白木哥也直视着苏无忌，微有深意地说道。我是东方叶妹。他这么一讲，苏无忌就明白了，连重型机车都驾驶得如臂使指，这女人的身体素质肯定不像表面上那般柔弱。苏无忌又问了一句：练家子？白木哥点到即止的回答：浅尝辄止，不如你。苏无忌摇头笑了笑。首都还真是卧虎藏龙，没想到你白家大小姐隐藏得这么深。白木哥说道。这一点我可不如灵州皇后的苏老板，你才是大隐隐于市。到了晚上，白木哥准备睡觉，看到苏无忌又准备放停陪护椅，于是说道：我可以自由行动了，不用照顾，你可以去酒店睡。苏无忌说道：没必要随便对付一夜而已。他很随意地躺下，2天没怎么睡觉了，很快便进入了深度睡眠，甚至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这才9点，病房就进入了熄灯时间。白木哥这2天睡多了，此时完全没有睡意。他扭过头，静静看着病床前的青年。月光透过窗子，洒在苏无忌那张年轻的脸上。白木哥看着他的侧颜，忽然想起来最近首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。你是我近几年唯一看不透的人。他轻轻说道。比宋鹤鸣还要让人看不透。随后白木哥拿出手机，发了一条信息出去。我很安全，不用寻找，你们各司其职，不要耽误了进度。想了想，他又发了一条信息。另外，我交代安全总监的事情，让他准备好了就立刻联系我。第2天，苏无忌办理了出院手续，然后搀扶着白木哥下了楼。对于这种搀扶，白木哥倒没觉得有什么，毕竟更不好意思的事情都做过了。走到了车子前，苏无忌扶着白木哥坐进了后排。至于小庞，则是带着赏金猎人莫雷蒂，开着厢式货车先行返回了灵州。对了，那个赏金猎人莫雷蒂已经被我抓住了。苏无忌说道。幕后黑手很狡猾，并没有直接和他联系，而是通过中介人下单，我还没有审出结果。把他交给我。白木哥说道。
苏无忌刚刚发动车子，闻言从后视镜里看了白木哥一眼。你要这个赏金猎人做什么？白木哥想了一下，说道：我也想审一审。你刚刚的表情让我觉得你在撒谎。苏无忌说道：不过这莫雷蒂给你倒也没问题，但得让他在我的手里待几天。白木哥的眸光微闪，尽量别让他缺胳膊少腿，我还有用。其实苏无忌本来就没想把莫雷蒂交给白木哥，毕竟莫雷蒂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影子身份。苏无忌从中间后视镜里看了看对方。白大小姐，你好像有点神秘。白木哥竟是难得的淡淡一笑。苏大老板，彼此彼此。苏无忌忽然说道：你放心，你是东方夜魅的事情，我不会对任何人提起。白木哥却很直白地说道：东方夜魅不会再出现了。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提防手段之一。苏无忌：那倒是有点可惜，不然用这身份在比赛里下注捞钱还是挺容易的。白木哥没回答，显然打假赛来赚钱不是东方夜魅参加赛车的初衷。他看着车子行驶的方向问道：这好像不是回首都的路。苏无忌却说道：难得来一趟这么偏远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吃个最正宗的驴肉火烧，吃完睡一觉就到首都了。在以往，白木哥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，但是这一次他迟疑了一下，却轻轻点头：好。绕了10几分钟的路，苏无忌才把车子停在一处看起来很破旧的饭店门前。白木哥下了车，秋日阳光慵懒地洒在街道上，诱人的香气已经飘入鼻尖，让他觉得前所未有的放松。小破店里面都是矮桌矮凳，门口也有很多工人大哥在吃饭驴火就酒，吆五喝六，热闹非凡。以白木哥对卫生的要求程度，可绝对不会在这种环境里吃饭，尤其是那油腻腻的桌子，烧得黢黑的炉子，会让他转身就走。可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九死一生之后想通了，眼下这沸腾的市井生活和浓浓的烟火气息，竟莫名让他觉得很是有些亲切。你先坐，我去点餐。苏无忌扶着白木哥在外面的矮桌前坐下，然后走到店门口说道：老板，6个火烧，2碗粥，驴肉板肠和焖子都放，然后再打包20个带走。白木哥喊了一声：有点多，吃不完。他这么一出声，好几个食客的目光顿时看了过来，随后这些眼光全部变成了惊艳。苏无忌扭头说道：吃不完不怕，带回去慢慢吃，等回了首都可没有那么正宗的驴火了。这时候一个大姐端着2碗小米粥上来，笑着说道：美女，这小伙子可真疼你啊，上次一个来旅游的女孩想要多吃一个，她男朋友怕她发胖还不给吃呢，跟你的男朋友可不能比。白木哥懒得解释，对大姐敷衍地笑了一下。若是以往，他连笑的表情都懒得做出来，必然是理都不理。快来趁热尝尝。苏无忌端着6个热气腾腾的火烧，坐到了白木哥的对面。白木哥看着那外皮酥脆、泛着金黄光泽的火烧，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捏住，有点烫，于是本能地鼓起腮帮，吹了吹手指，捏了捏耳垂。苏无忌见状，眼底本能地掠过了惊艳的光，笑了一下。你这被烫了之后捏耳垂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白木哥看了苏无忌一眼，白旭阳可绝对不会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姐姐。苏无忌咬了一大口火烧，边嚼边说道：那可不，他说你不通人性。白木哥忍住掐死白旭阳的心思，抿了抿嘴：
那你觉得我有人性吗？苏无忌看了看他，反问道：你还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？白木哥，我从没问过别人对我的看法，你是第一个。还行，多少有点人性。苏无忌看了一眼面前苍白却夺目的容颜，因为你之前对我说了声谢谢。你对人性的要求标准可真低。白木哥说着，轻轻咬了一口驴肉火烧，咔嚓一声，酥脆的外皮和卤香的驴肉完美融合，浓郁的香气在口腔之中绽放。这一刻，阳光似乎都变得暖洋洋了起来。这一次，白木哥居然吃了3个驴肉火烧，这是他史无前例的饭量了。上车之前，他又扭头看了看这破旧的小店，似乎要记住这缭绕的烟火气。等车子开动，由于吃得太饱，被午后的阳光一晒，睡意便随之涌上来，白木哥便闭眼睡去。苏无忌开着车，一路在北河省的地界中穿行，到了傍晚才在服务区停下。白木哥这时候也醒了，看了看时间，居然睡了4个多小时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苏无忌开车比较平稳，白木哥已经很久没睡这么香了。天色已经暗下来了。你怎么一口气开了这么久？白木哥问道。我是怕吵醒你，膀胱都快要憋炸了。苏无忌熄火下车，说道：你也下车活动活动，我去上个厕所加个油，再开5、6个小时，明天清晨就能进首都了。白木哥看了看手机上的消息，又看了苏无忌一眼，眼睛里有不知名的光芒闪过，声音平淡地说道：夜里不要开车了，我们在附近的城市住一夜。在附近的城市住一夜？苏无忌听了哈哈一笑。以后白旭阳再说你不通人性，我第一个反驳他。你看堂堂的首都第一大美人，怕我开车累，多会关心人。白木哥面无表情地说道：没有关心你，是我肋骨被颠得疼。好好好，反正我就当你是关心我了。苏无忌说道：我去放水，你去不去？怎么，上厕所还要邀请吗？你扶我去啊。白木哥说道。其实他走路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，就是步幅太大，会引发一些疼痛。对于这个要求，苏无忌当然没拒绝，扶着白木哥往服务区的卫生间慢慢走去。期间，他看了看白木哥的走路姿势，问道：话说你肋骨那么疼，待会儿要是蹲下还能站得起来吗？这是什么胡狼问题？白木哥的语气听不出任何的心情。这个不要你管。苏无忌感慨道。还是我们男人方便。这时候，苏无忌手机响了，他腾出一只手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却是白旭阳的电话。你那个好弟弟来电话了，我能说正和你在一起吗？苏无忌还征求了一下意见。白木哥面无表情。我无所谓。苏无忌立刻接通。白旭阳高兴地问道：魏无忌干嘛呢？苏无忌：正扶你姐上厕所呢。白旭阳的调门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度。话说你们都腻歪成这样了，白木哥连上厕所的时候都不愿意离开你了。苏无忌：你别误会，你姐现在走路有点不太方便。电话那边，白旭阳的笑容更加浓郁了。我懂我懂，走不了路很正常，你下次轻点折腾。白木哥实在是忍不了了，冷冷淡淡地说道：白旭阳，你想死吗？白旭阳也是硬气起来了。白木哥怎么？你能做，我不能说。苏无忌：白旭阳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和你姐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不要跟他解释。白木哥抢过手机，直接把电话挂断了。然而他这么一挂断，落在白旭阳的眼睛里，更是被揭穿真相之后的恼羞成怒了。白木哥啊，白木哥，你欺负我这么多年，终于能找个人收拾你了。白旭阳咧嘴一笑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好兄弟变成了亲姐夫，挺好挺好，以后也没人跟我抢晚星了。随后他看了看桌上那瓶没有商标的矿泉水，说道：看来秦桂林好不容易从家里偷出来的这瓶药水，暂时是用不上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老秦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等白木哥从卫生间里缓缓走出来，苏无忌早就等在门口了。他旁边还有几个男性同胞，都是在等着女朋友如厕结束。白木哥忽然想让苏无忌站得远一点，然而这家伙的手里还拿着一瓶矿泉水，拧开盖子说道：刚买的你一路没喝水了。听了这贴心的话，有2个女人开始暗暗掐自己的男朋友。你看看你，怎么就没别人那么贴心？白木哥接过了那瓶水，面无表情地拧上了盖子。谢谢，但我不想在卫生间门口喝。2人走到了服务区门口，白木哥握着瓶子，天鹅颈微微扬起，那清澈的水便涌进了他的唇齿之间。今天难得的有不少星星，瓶身在白木哥的掌心折出粼粼波纹，使得他仿佛握着一泓流动的月光。喉骨在薄瓷般的肌肤下滑动，就连吞咽声也成了这个秋夜最动听的注脚。苏无忌的目光愣是一直没离开，他忍不住地说道：白木哥，你的颜值真是毫无死角，连喝水都这么好看。白木哥一口气喝了大半瓶，随后淡淡问道：那和江晚星比呢？苏无忌没料到他还有这么个反问，于是说道：他比你真诚。我赞成，何以？白木哥又面无表情了。在往车子上走的时候，苏无忌还很贴心地问道：刚刚蹲下又起来的时候肋骨挺疼的吧？白木哥下意识地攥了攥拳头。你还真是个暖男，能不能不要问这么细？苏无忌，这算是什么尺度很大的话题吗？我在医院还给你端屎端尿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再说下去，显得我像挟恩求报一样。这让他越发觉得自己应该在床上。过但真的没脸开口向苏无忌求证啊。我们2个人的事情，你不许对其他人提起。白木哥忍不住的又强调了一遍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，说的好像我真的对你做了什么事的。发动了车子之后，苏无忌说道：我开车，你来选酒店。白木哥没吭声，打开了订酒店的 IP。苏无忌又说道：订2间隔壁房间吧，这样还能照应一下你先把钱付呢。白木哥已经把手机收起来。我订了套房，2间卧室，酒店名字发给你了，直接导航过去。苏无忌的关注点却不在这儿，他瞪圆了眼睛。这才几秒钟你就订完了？莫名其妙。白木哥觉得苏无忌的惊讶不可理喻。打开 AP 定位到最近的城市，直接搜索最贵酒店的最贵房型，不就搞定了吗？至于用不同的 APP 横向比较价格，领各种优惠券来省钱的事情，在白大小姐的身上根本不会出现。到了酒店，苏无忌和白木哥都用自己的身份证登了记，这让苏无忌很好奇。你在清风酒店的时候用的也是自己的身份证？白木哥面无表情地回答：这种东西我不止1张。显然每张身份证的名字和照片都不一样。
苏无忌嘲讽地笑了2声。束缚普通人的规则，放在你们这些特权子弟们的身上，还真是半点用不上。白木哥没说什么，戴着口罩和墨镜进入了电梯。为你一个大家闺秀要那么多身份证干什么？苏无忌问道。白木哥根本没理他。到了酒店顶层，苏无忌打开了房门，心情立刻好了许多。不解就是豪横啊，这房间可真大。一个客厅，2个卧室，2个超大号洗手间，加起来将近200平。他并没有立刻开灯，而是快步走到窗前，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，随后才插上取电卡。我先去洗澡。白木哥拉着自己的行李进了最大的卧室，把门关上，却并没有反锁。苏无忌只能选择次卧。他已经4天没洗头了，麻溜地把自己脱光，正准备冲进浴室的时候，卧室的门忽然间被打开了。我去，白木哥，你干什么？故意来占我便宜？苏无忌转身一看，立刻扯过枕头挡住苏小季。白木哥说道：我这有旅行套装，酒店的洗发水、沐浴液不好用。说着，他瞥了苏无忌一眼，把装满了洗漱用品的透明防水袋丢在了床上。苏无忌没好气地回应：你需要我这你说谢谢吗？屁股还挺白的。白木哥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，转身关门。苏无忌恼火地喊道：没有你的白，你不仅屁股白，全身都白。砰！白木哥撞到了自己卧室的门框上。无耻的混蛋！他冷冷丢下一句，关门洗澡。苏无忌洗完了澡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翘着2郎腿看着电视。睡了3天的陪护床，真是腰酸背疼，还是这5星级酒店的大床舒服啊。他感慨着说道。最关键的不用自己花钱。然而这时候白旭阳的电话又打来了。无忌，方便视频吗？跟你说点事。白旭阳说道。苏无忌说道：方便你打过来呗。于是白旭阳便把微信视频打来了。什么事啊？苏无忌问道。白旭阳看着苏无忌赤着的上身，潮湿的头发。你在酒店刚刚洗完澡？苏无忌说道。是啊，你有屁快放。我今天琢磨了一下，越是琢磨越觉得有点不对劲。白旭阳说道。以白木哥那讨人厌的自恋性子，怎么会这么快把他交给你呢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都跟你说过了，我和你姐什么都没发生。我现在不是你姐夫啊，以后也不可能是。马德答应白木哥要保守秘密，结果把自己的一世清明都给搭进去了。白旭阳说道。所以我才给你打个视频，就是想求证一下。我觉得都这么晚了，你应该没有跟白木哥待在一起。冷静下来的白大少，这智商终于回归正常了。苏无忌说道。你要求证就直接打你姐的电话问她。白旭阳。我打了他没接。苏无忌顺口说道。他在洗澡没法接。白旭阳的眼睛又瞪圆了。没事儿就挂了。苏无忌说道。别啊！白旭阳说道。咱俩保持通话，我今天非得看一看白木哥和你到底有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。我都说了没有。苏无忌被逼急了，一下子把真相脱口而出。老子还是个处。这时候卧室门打开，一道声音响起。给谁打电话呢？苏无忌。你那个好弟弟。视频里白旭阳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了。白木哥穿着睡裙走了进来，这睡裙还是个吊带款式，
下摆垂到了大腿中段，肩膀和胳膊全部暴露在外。这一刻，那羊脂玉般的肌肤在酒店灯光的映衬之下，简直让他整个人都在发着光。看着此景，苏小处真的产生了一种将他扑倒在床的冲动。手机给我。白木哥说着，走到床边，从苏无忌的手里拿过了手机。看着白木哥那没吹干的长发，看着他洗干净的透亮素颜，白旭阳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心中的所有怀疑，这一刻都得到了证实。无忌，你真牛逼啊，连木哥姐都泡上了。秦桂玲的声音居然也响起来了。这货的脑袋挤进了屏幕里，表情充满了激动。苏无忌也凑近了屏幕。你俩别扯淡了，和白木哥之间清清白白。然而从手机视频里看过去，苏无忌的肩膀是光着的，白木哥的肩膀上也就只有2根细细的带子而已，这俩人怎么看也不清白啊。你俩真的睡在一起了？白旭阳忍不住地问道。我爱跟谁睡跟谁睡，关你们屁事。白木哥直接挂断了视频。什么叫你爱跟谁睡跟谁睡啊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。白木哥，你就不能跟他澄清一下？白木哥淡淡说道。没必要澄清，我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苏无忌，可我在江晚星面前都解释不清了。白木哥的眼睛里一下子有玩味的光芒闪过，但语气仍旧淡淡。那就不跟他解释。说完，他把门关上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脚步明显有些轻快，似乎肋骨都不那么疼了。门后传来了苏无忌咬牙切齿的喊声：白木哥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渣女。夜里3点钟，苏无忌睡得正香，一声突兀的枪响打破了深夜的宁静。一发子弹透窗而来，这套房客厅里的落地花瓶直接被打碎了，而第2发子弹则是精准地射进了主卧。